你能分辨这些作品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 AI 吗？事实上，它们都是真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所长。过去的一年是 AI 大爆发的一年，各种眼花缭乱的 AI 作品，既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也让我们陷入深深的怀疑之中。幸好，我们还有4521位星球摄影师，真实就是他们交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答卷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跟随星球摄影师的镜头，去感受真实世界的奇妙。首先，一起感受洪荒之力吧。这是青海海西，大地上的沙墙。这是山东潍坊，摄影师将镜头对准同一片夜空，连续抓拍800多张闪电，叠加在一起，形成了这段震撼的影像。全国各地同样天降雷音。这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，一个超级单体风暴正向摄影师奔涌而来。风暴内的青蓝色意味着极可能出现破坏性的暴雨和冰雹天气。它沿途不断释放能量，迅速笼罩整个大地。雷暴之后，降雨落下。我们常听到的局部地区就是这里。风雨过后，人间仙界就要来了。我们将众多的云雾作品汇集成了一幅动态的千里江山图。这是江西庐山，由于紧邻长江和鄱阳湖，大江大湖提供了充足的水汽，水汽翻越山岭，如瀑布般凌空而下，视为云瀑。而接下来的云雾更是难得一遇。傍晚雨后，洛阳老君山上，水汽沿着山体爬升，到达山顶后温度降低，形成云雾，完美的笼罩在金殿上，如同结界。摄影师说他去了老君山22次，第19次才拍到，既是运气爆棚，也是公道自然成。千里之外，冬季的新疆塔克拉玛干居然降下了瑞雪，银装素裹，胡杨树上挂满雾凇。而零下20几度的漠河北极村，数十条光柱从地面射向天空，像极了电影《流浪地球》中的行星发动机。由于空气中存在大量水平排列的片状冰晶，像镜子般反射地面灯光，从而形成这种寒夜灯柱。同样是漠河北极村，大气中大量微小的六角形冰晶，在太阳两侧折射出2个巨大的光斑，视为幻日。这是西藏的超大红彩云，太阳光通过云中小水滴或者冰晶石发生衍射，被分解为不同波长的7色光芒，使云彩呈现为7色彩云。这是出现在中国的极光，通常发生在2极地区的极光，因为超强地磁暴而扩展至中国内蒙古和新疆。这是西藏的雅龙冰川，摄影师耗费大约6个小时，用4台相机组成阵列，拍摄出5000多张照片，才拼接出360度的全景银河，群星闪耀，银河流淌，如同天瀑。日照金山是不是不稀奇了？但如果是10几座同时呈现给你呢？11座卫峰和蜀山之王贡嘎，仿佛身披金甲的天神，
伫立眼前。这是月全食的全过程。特别的是，这支作品不但拍摄到了月食，还展现了以月球为基准的星轨，群星如一艘艘星舰般划过夜空。这是恒星的心跳。画面中，太阳光球不断喷射针状体，还有高度超过上百万公里的巨型日珥，这些都直观地告诉我们，太阳充满生机。摄影师花费了长达半年的时间，才拍到这些画面。这是摄影师用1年时间为故宫拍摄的一张照片，在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的这一年，在同一位置记录下39次午门上空的太阳，最终在故宫中轴线上空留下了无穷的印记。摄影师说，这个景象极寻常，每年都在重复，这个景象又极罕见，此前从未有人把它记录下来，直到今天。日月星空之后，再看看生命的精彩。这是洛阳龙门石窟的一尊佛像，放大看是一只红翅玄臂雀，再放大还有一只小豆长喙天鹅。在佛的注视下，红翅玄臂雀捕食小豆长喙天鹅，一生一灭。这是苍鹭捕鱼。你认为画面上苍鹭有几只呢？这是新疆塔城，一匹小马永远地留在了湿地上，定格成了一幅美丽却又残酷的画面。他们是在亲吻吗？不，这是2只牙沙燕之间争夺地盘的战争。时间被定格，让人产生了美丽的误会。大自然就是这样生生不息，而微观世界也同样精彩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蝶宝宝破壳，第一口食物居然是它的卵壳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狐粪青霉，生长在狐狸等动物的粪便上。摄影师忍受着非常刺鼻的气味，培养拍摄了半年，才得到了这段很美又很臭的影像。展现完生灵，接下来就到了星球研究所铁粉的认证环节，因为摄影师拍出来的就是一道道地理题。先屏住呼吸，我们来经历一次真正的天旋地转。摄影师借助赤道仪，将银河始终稳定在市场中心，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地球自转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象斜地貌。四川的五色山岩层被挤压成向下凹的褶皱，视为象斜。摄影师还顺便来了个妖媚风的旱地拔葱。这是什么？是羊肉卷吗？ No， 这是甘肃东乡的红层地貌，铁元素氧化导致岩体红如鲜肉。下面这个却是一道星球也做不出的地理题。内蒙古阿巴嘎旗的草原上，一圈圈好似月球上的环形山，它们的确是火山活动的产物，但可以就此确认是火山口吗？同事们各持己见，可能我们要实地考察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了。有知道的朋友欢迎赐教。下一道题，密集恐惧症请闭眼，其他人请回答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青海哈拉湖的冰凌，低温下的湖体表面先行结冰，形成大量漂浮的圆形碎冰。做完地理题，让我们再来感受下人类的浪漫。这是字面意义上的压力山大，湖面如镜，映出日照金山，悬于人的头顶。这是西藏宁金抗沙峰下胡须一样的冰雪融水，登山者的营地在大自然面前如此渺小，却又如此坚韧。这是西藏亚东县的一座雪山上，光影强烈的对比，让人同时感受到攀登者的艰难
和风景的绝美，还是这座雪山，攀登者的灯光在星空下一步步向上。为什么要攀登？因为山就在那里。而最浪漫的是，或许是人类对浩瀚宇宙的探索。这是全景相机贴脸拍摄的朱雀3号发射，让人身临其境。这是天舟9号货运飞船发射时形成的火箭云，如同太空水母。这是长征6号甲运载火箭排出的气体与电离层相互作用，在夜空中形成了人造的极光。这是长征6号甲运载火箭产生的火箭云，下方是大理的风花雪月。而接下来，人类摄影师开始调皮了。你以为这是雪花？不，这是一颗松花蛋。你以为这是小雏菊？不，这是上千只大鹅在被主人投喂。不好，有人把太阳拉走了。那我们用啥？别急，别急，我把太阳给接回来了。最后，中国美学大片压轴登场。传统的中国美学是什么？是远山如黛，近水含烟；是曲中人不见，江上树风清；是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。而如今，现代的中国美学是什么？是科技与大国工程。这是灯火通明的平陆运河，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。建成后，可以将西江与北部湾港口直接连通，缩短西南地区货物出海的里程。这是未来将连接厦门与金门的厦金大桥。画面中的厦门段已进入施工的关键阶段。这是建设中的中国新一代核聚变实验装置，简称 BEST。它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，释放巨大的能量。它们如巨龙横跨山海，如彩虹连通天堑，共同支撑起我们对未来的憧憬。如此多的科技与工程背后，还有众多建设者。这是在成都拍摄的妖媚风日照金山，恰好遇上正在劳作的工人，组成了一幅奇幻又和谐的画面。他们才是现代中国美学的底色。好了，这就是4521位星球摄影师呈现给这个世界的答案。这些都不是 AI， 而是真实世界，是人类的伟大镜头。感谢这个世界足够辽阔，也足够精彩。也感谢坚持用镜头记录真实瞬间的一群人，永远保持对美的追求，永远保持对世界的探索，永远保持对人类最真挚的情感。他们共同的名字叫摄影师。今天也是我们公布2026年度星球摄影师的时刻。金牌特约摄影师、特约摄影师、合作摄影师的名单都已经可以在星球摄影师网站查询。我们将为每位星球摄影师提供电子证书，为金牌和特约摄影师提供实体版证书，同时送出星球摄影师专属冲锋衣，共有4种颜色可以选择。在探索世界、创造影像作品的路上，星球与你同在。也感谢喜欢这些作品的各位粉丝。我们在这个时代忙忙碌碌，但始终不要忘了，身边还有家人的温暖和一起要去的远方。所以视频的最后，我们也为各位粉丝准备了12张年度影像月历，感谢大家的喜欢，再见。